继续来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国防部18号凌晨发布声明称，俄军已经完全控制了顿涅茨克地区的阿夫杰耶夫卡市，乌方却将此次失利归咎于西方军援不到位，而拜登则甩锅给美国国会，称正是由于国会不作为，导致乌方被迫从阿夫杰耶夫卡撤军。乌克兰空军司令部当地时间18号发布通报称，乌军防空系统击落了12架俄罗斯无人机、1枚巡航导弹以及1架俄军苏34战机。对于乌方说法，目前俄罗斯方面没有做出回应。此外，在位于俄罗斯西南部与乌克兰接壤的比尔哥罗德州，该州州长格拉德科夫18号发布消息称，该州17号遭到乌军16架无人机的袭击，乌军还向该州发射28枚炮弹。对于这一说法，乌克兰方面没有回应。俄罗斯国防部18号凌晨发布声明称，俄军已经完全控制了顿涅茨克地区的阿夫杰耶夫卡市，随后发布了一段乌军逃离阿夫杰耶夫卡的视频。俄罗斯国防部表示，在乌军总司令瑟尔斯基还没有下令之前，就有成群的乌军奔跑在被俄军火力持续控制的道路上。俄军炮兵精准打击了试图逃离的乌军有生力量和武器装备。乌克兰武装部队表示，当前战况下，乌军为了避免被包围，决定从阿夫杰耶夫卡撤离至更有利的防御战线。法新社的画面显示，乌军士兵正在阿夫杰耶夫卡周边地区挖掘战壕，以加固防线。Канонада не прекращается. Взрывы идут, по крайней мере, где-то там. Еще. 此前一天，泽连斯基在德国慕尼黑安全会议发表演讲，强调在阿夫杰耶夫卡是因为乌克兰弹药短缺，美国也未能及时提供军事援助。为减轻士兵伤亡，避免被俄军彻底包围，乌军决定撤军。Немає далекобійної зброї. У Росії є, а у нас її дуже мало. Ось вся правда. 泽连斯基当天与美国总统拜登通电话，拜登在通话中告诉泽连斯基，他对乌方将得到美方军援有信心。白宫则在声明中将锅甩给了美国国会，称正是由于国会不作为，导致乌军弹药补给越来越吃紧，最终才使乌方被迫从阿夫杰耶夫卡撤军。乌克兰外长库列巴也在德国与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会晤，请求美方紧急提供援助，包括射程超过300公里的陆军战术导弹系统。乌总统办公室此前发布声明称，在欧洲访问期间，泽连斯基分别与德国总理舒尔茨和法国总统马克龙签署了有效期10年的安全保障协议。协议分别明确规定，2024年，德国将向乌克兰提供总额超过70亿欧元的军事援助资金，法国则将向乌克兰提供价值最高达30亿欧元的军事援助。夺取阿夫杰耶夫卡是俄军近1年来最大胜利。据俄新社18号报道，俄罗斯记者帕维尔·扎鲁宾在对普京的采访中问，为什么不早点开始特别军事行动？普京表示，因为我们依赖合作伙伴的诚信，所以我们希望能够达成明斯克协议，并最终得到执行。我们直到后来才了解到真实的情况。当时德国前总理和法国前总统说，他们不打算执行这些协议，但我们不知道这一点，并仍然试图执行协议，无论这对双方来说有多么困难。普京称，不知道他们是否今天就想要和谈。我已经说过，我们已经准备好进行对话了。正午短评热点直说，乌军决定撤出顿涅茨克地区重镇阿夫杰耶夫卡。从军事上来说，这是俄军在去年攻克巴赫穆特以来取得的最大胜利。但是不要忘了，阿夫杰耶夫卡并非一个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地方，后面还有一堆已经要塞化的城镇，乌军可以借此节节抵抗。而俄军面对乌军的结硬战，同时相对北约来说，自己在情报方面不占优势的情况下，也没有办法巧取，只能够打呆仗，慢慢啃。从政治上来说，乌军失去该地，无疑对美俄两国的总统选举造成影响，有利于普京追求连任，而对于拜登就是大利空了。这就是为什么拜登借此狠批共和党议员们迟迟不批准对乌援助的原因，因为他要甩锅。再来关注美国，当地时间17号，在美国费城举行的球鞋潮流展上，美国前总统特朗普突然出现，为首次以特朗普品牌推出的球鞋代言。此前一天，特朗普刚刚因为财务欺诈等罪名被法院判罚3.55亿美元。I just want to tell you, I've wanted to do this for a long time. I have some incredible people that work with me on things, and
they came up with this, and this is something I've been talking about for 12 years, 13 years, and I think it's going to be a big success. 这次推出的特朗普牌球鞋共有2款，其中一款为高帮金色，带有美国国旗图案。报道称，一个新成立的特朗普品牌鞋专卖网站将这款球鞋标价399美元，约合人民币2870元，限量1000双，目前已经售罄。除了鞋，这一网站还售卖特朗普品牌香水。这是特朗普2022年11月宣布参加2024年美国总统选举以来，再次从事盈利性商业活动。他曾推出带有自己形象的数字交易卡，还出过书。值得注意的是，美联社在报道中提及，推出自己品牌球鞋的前一天，特朗普因财务欺诈等罪名被法院判罚3.55亿美元，约合人民币25.5亿元。2月16号，纽约州最高法院法官对特朗普的民事欺诈案作出裁决，该法官认定特朗普财务欺诈罪名成立，需支付3.55亿美元罚金及相关利息。特朗普对此表示强烈反对，他声称这一裁决是民主党对其的政治迫害，是在干涉选举，表示自己将提起上诉。The decision yesterday in New York, you may have read about it. Crooked judge, crooked judge. He's a crooked judge. These people, they're not looking for justice. They only care about how to stop crooked Joe Biden's political opponent, that's me, and how to inflict as much pain as possible. 美联社说，特朗普现身球鞋潮流展，推销自己品牌的球鞋很不寻常。他正寻求赢得更多年轻选民和少数族裔选民，特别是非洲裔年轻选民的支持。一旦当选共和党总统候选人，这部分选民的支持有助于特朗普与寻求连任的民主党籍总统拜登对决。What's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To go out and vote, right? We have to go out and vote. We got to get young people out to vote. And you're going to vote, and we're going to turn this thing around. This country's not doing so well. We're going to turn this country around fast. 根据特朗普去年公布的财务信息，运营特朗普品牌鞋专卖网站的公司为特朗普所有。网站的产品介绍充满战斗气息，例如把那款金色球鞋命名为“永不言败”，称其是特朗普总统的首款官方球鞋，像他一样大胆强悍。而特朗普的对手拜登的竞选团队则对引发热议的特朗普卖鞋一事冷嘲热讽，称他兜售的是盗版鞋，抄袭了其他品牌球鞋设计。福建一艘渔船14号在金门海域被台方驱离，导致船上4人全部落海，其中2人遇难。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表示，福建海警局将在下金海域开展常态化执法巡查行动，维护渔民生命财产安全。国台办发言人随后表示，对此坚决支持。